大家好，我是君龙，来自吉隆坡中央医院的一名医师。我本身也是患者血液健康管理的推广者。这一次的会议让我大开眼界，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教授们还有讲师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讲，他们带来的内容都非常的丰富，让我增长了很多对 PBM 这个领域方面的知识，真的会改变我对临床患者的治疗的观念。这当然重要咯。我这一次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血液健康。血液健康，我们把脑部、眼睛、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当作是器官，可是没有人真正去把血液当成是一种器官来看待。所以当我们把它是一种器官，当这它是一种器官来对待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尊重它。所以当我们尊重它的时候呢，当然我们会更关注血液的状况。甚至是我们在给予病患治疗前、术前，我们会更密切的关注他们的血液健康，看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的，可能补充他们的铁质等等之类的，让他们能够在最佳的状态进入治疗，甚至是进入手术。而术后的时候，我们也给予他们非常多的知识和辅助，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来完成他们的治疗，更完善的医疗。那会他们恢复得很快啊？对，会恢复得更快。我会说，当然就是血液健康啊。所以，身为医者的我们，需要时时刻刻的密切关注他们的血液健康，他们的他们的验血报告，我们需要看他们的铁质啊，等等的东西，甚至是术前，我们需要跟他们做很密切的沟通。然后术中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外科医生们的技巧的技法当然非常重要。比如说，我们需要很注重的小心血管啊。要去尽量的避免大出血的状况。当然，麻醉师我们也要多沟通。所以在这一点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它需要一个多重的医疗部门，不只是外科、内科，甚至是麻醉科都要一起坐下来来去探讨如何的为这个病患的付出，让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有人性化的一份医疗，让患者能够更享受到更贴切、更密切的康复过程，我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，临床预后也是非常的好啊。当然，我会说，既然我们有一个这么自然的方式，这么贴切的治疗法，又不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高科技的东西，那为何不尝试看看呢？大家来一起学习，来关注看看。我身为医者父母心，我们都是为了病患而出发。如果这个患者血液健康管理能够辅助他们快速的达到我们要的结果，快速的康复，能够缩短住院时间，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？试试看吧。我真的想对他们致敬，因为这真的不简单。在现在的生活中，大家都想说，我们就根本就是逆流而上。逆流而上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们都做得非常的棒，和推广 PBM 真的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。这不止让病患能够有一个更贴切的治疗体验，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新颖的东西。我们回到我们的基础，重新看回去，铁质到底对血液有什么改变，有什么影响，就不是单单想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治疗他们，我们回归人体的自然体质，让人体造血的机能启动它，让患者能够以更自然、更贴切的方式来疗愈，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真的，我向他们致敬。